体压住车身的特斯拉到底有多硬？近日，上海一位 Model Y 车主在等待左转红灯时，突然被大货车追尾，结果大货车竟然被巨大的冲击力弹飞了，而特斯拉却坚如磐石，纹丝不动。从事故后的 Model Y 受损程度来看，除了 C 柱轻微受损，其他地方均无大碍，但最终这俩 Model Y 还是走了全损理赔，这也是特斯拉一体压铸的一大烧钱缺点。尽管特斯拉采用了一体压铸工艺，在这辆20多万的车上大量运用了比坦克屈服强度700M帕还要更硬的1700M帕的马氏体钢，在全球多个专业的碰撞评测中都总能获得满分成绩。但也正因为这样一个更安全的液体压铸工艺，一旦发生事故，需要更换到的零部件面积会更大，甚至无法修理，就像视频中的车主一样，最终还是只能走全损再换车了。再看比亚迪的质量，也是最近的事故，直接撞出一堆碎片，碎成了渣渣。当然，没有起火，自然也算车主的运气好了。不过在保护车标方面也做得不错，那个宋字就一点没烂，一眼就能认出是比亚迪宋耀。质量没有上去，但是胆子是真上去了。开着智驾玩手机只是它的常规操作，无人驾驶睡觉是可以很舒服的送走的。遮住前挡风玻璃可以走得更安逸，主驾位置没人，一瓶矿泉水，智驾带领他们一路向西，主驾驶位置没人，也只有这种盲目相信智驾的人敢，反正他们也不拿孩子的生命当回事。当出了事故之后，他们还敢去维权，真的很难忍住不笑。类似问界 M7 右车道直行，窜出一辆电动三轮，但是 AEB 已经探出了，他们给我刹停撞上了。当时的车速有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有数据嘛，应该是50左右。我是华为粉丝嘛，赛力斯粉丝，我对这个有点不能接受，所以我要这个事故的数据嘛。但是他们一直推来推去，他们部门不行，那们部门不行的。改口干嘛？你是华为粉丝就是华为粉丝，怕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不会。对，我就华为粉丝，安全是最大的豪华，我才买这个车。但是他出现这个，对我的信念有一点不是很好啊。临撞上的一刹那，我看到这个车点头了，那就说明 AEB 已经启动了。你的方向朝右边偏了一下，那是你打的还是我打的？那人有受伤吗？对面大爷受伤了。要紧吗？该判责该弄都弄好了。判的谁的责任？我是他组。你现在就是想要一下这个后台数据？对，推来推去，我先要4S店那边嘛，人4S店告诉我他没有权限，我就只能给410电话说上报了好几次。我有一次脾气不大好嘛，我说你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他告诉我48小时，等他3天之后还是不行，可能我打了4、5个电话了。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呢，特殊情况啊，一个是这个老大爷开着3轮车窜出来速度特别快，第二个呢，他窜出来这个位置有一个违章停车和一个帐篷挡住了视线，就要看你的车速有没有很快，你这个回忆不了你的车速了，所以说就要看后台数据了嘛。对的，要了半个多月了，你未来阻事的，我现在怀疑不是我的问题了。对，越是他不想给你看，你就越觉得好像是车的质量问题。行，我去给你要数据去。因为像民间小视频各种躲闪，那么到我身上就碰上了。我刚才说了嘛，我说特殊情况旁边有遮挡，而且大爷开3轮车窜出来速度这么快，再先进的 AEB 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开。观察不到位，咱承认。等数据再说。麻烦你了。再见。截至发稿，根据后台数据显示 ，AEB 正常工作减轻了碰撞程度，不属于异常或故障。结局还是很不错的，不属于异常。华为问界没有任何责任，不知道车主的信仰有没有崩塌。但是下面这位车主的信仰那是碎了一地，跟他的车子一样。天天苦口婆心的劝你们，就这样的事儿还在发生。高速开启所谓的智能驾驶，我给你们再一次重申一下，这个玩意儿就叫辅助驾驶。轻障车停在超车道，连点刹车痕迹都没有，直接干上了。我们先分析分析它为什么会撞。这是一个高速的弯道，对吧？这个车在弯道上正常行驶，也开着道路保持什么的。但是弯道忽然间过后，出来了一辆轻障车。智驾要识别什么？在开启巡航的情况下，前面有车如果速度下降，它会根据前面的车速度下降以后，根据你设定好的距离来调整自己的速度。结果这个车呢，弯道过去，前面车就在那直勾勾的停着没有动，距离太近，又是一个静止的车。它即便是识别到了从120到0需要多少米，你觉得它来得及反应吗？我觉得也就刚刚反应到雷达刚识别到前面的车，当就撞上了，就这么快。即便是前面没有障碍物，你从120的时速刹到0需要多少米的缓冲？至少得40米吧。如果这个哥们儿但凡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拐弯过去看见这趟轻障车了，他往右打一板方向盘，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声讨这是什么品牌的车啊，跟什么品牌的车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国内的辅助驾驶它就是这个状态，它就是这个级别，自动驾驶根本就没有放开。你们从抖音上搜索有多少开启汽车辅助驾驶碰撞的案例？你们打开你们的使用说明手册，你去4S店看车的时候看看他们的宣传的采样，上面对于智驾的介绍有没有辅助2个字？我告诉你，只要出了事故就是客户全责，你不用去找厂家，没有任何意义。
你说这不就是活生生的把自个儿生命交给了一台冷冰冰的机器？还有这种清障车，你看它后面那个斗翘起来很高，这个电脑都不见得能识别到它是一个车，你知道吧？很多数据应用的没有那么完善，不要盲目的自信，不要听那些车企天天跟你们吹牛逼，等出了事儿后悔的是自己，跟车企没有关系。他只要一天不说他这玩意儿是自动驾驶，出了事儿就都是你的。当然也有大聪明表示，事物都有两面性，大家要看到新能源的进步，用过这一次的碰撞，厂商会收集数据对产品进行改进，下一次的产品就好了。看到这个，不知道大家的脑子有没有愣住？我很想问一问，车主是数据的实验品吗？这一次碰完，你能保证车主下次还能活蹦乱跳的再撞一次吗？真没想到会如此的炸裂。该博主表示，我想请问下各位有辅助驾驶的车主，你们有多少是拿辅助驾驶当自动驾驶开的？如果你们全部都是的话，我代表高速公路上的追统清障车、空气马路向各位车主还有各个品牌厂家道个歉，都是我们的错。一个好的产品确实需要很多的实验数据，那大部分的实验数据都应该是谁来完善？那就是厂商自个的实验。我们有些品牌太想快速的占领市场，缩短了研发的周期，缩短了数据的完整性，就迫不及待的上市去割韭菜。有很多车主在路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危受险、失速、充电、自燃、智能驾驶、撞车等等等等一系列威胁到我们人身安全的故障。你说这个事儿归根结底到底赖谁呢？是我们车主对车的认知水平不足，还是我们被这些天天吊打碾压、遥遥领先的话术洗了脑？有没有真实的车主站出来说，我愿意为厂家的进步献出我的一切，我愿意做一个实验品？评论区有没有？抖音上搜辅助驾驶，车祸比比皆是，甚至我们看到一些品牌的销售顾问在给客户试车的时候，拿着别人的车当作目标来试验它的刹车巡航。而在试车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故，前车不就是很无辜吗？他停在那里，他有什么错吗？我最后劝大家一句，高速上除了离大车远一点，离这些价位高一点的挂着绿牌带着辅助驾驶的车也稍微远一点。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什么人都赶来造电车。电车的技术真这么简单吗？想造就能造吗？其实主要是目前国内的新能源产业链已经非常完善了，只要你肯花钱，你就能买到各种配件，你只需要把它们堆起来就行了。可往往这种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车企造的车，大多都是工业垃圾，也就会堆一些冰箱、彩电、大沙发去割那些不懂车人的韭菜。首先我先聊聊充电安全的问题。某些车企广告是满天飞，一台20万的车，连个 UBC 车在充电交流口都能完全省掉，只为了节省 UBC 设备的研发费用。当然可能他们也无心研发，只想赶紧把零件堆起来赶紧卖钱。像22年之前，基本所有20万以上的电车都会配一个交流口，也就是搭配充电的 UBC。 可能是因为省成本，有些车会出现 UBC 烧坏、二极管和驱动芯片烧坏的情况，某些车企干脆直接不配交流口，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还能省一笔钱。充电安全是一点都不考虑，反正你车充电烧坏了，就是充电桩有问题。很多车主无奈就只能在家装上直流装，这便宜的充电桩如果出了问题，又会怪你为什么不买2万多更好的直流充电桩。反正就是和车企没关系，都是车主的问题，真让人哭笑不得。国外真没见过一台20万以上的车不给配充电安全的 UBC 模块的。就拿特斯拉的 UBC 来说吧，这一块是它的 DC-DC 转换器，这一块是 UBC 车载充电机电路，这边是3项交流 AC 输入滤波电路，还配了6个白色的保险丝，控制芯片用的是 TMS320。看看这大大小小的各个布局，这用料都是非常足，即使不需要研发，采购成本也不低。特斯拉才是国内最良心的车企，保证安全的该给的都给了，其他电车就不敢保证，基本连 UBC 都没有。反正充电起火就是和车企没有任何关系，要不然就是和保险公司各种扯皮，这种车企真是个大聪明。电车起火一般都是因为充了便宜的劣质电，建议司机充2块钱以上的那种电，那种几毛钱一度的电它不纯，杂质多，容易自燃，动力还不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三峡的这个水电，纯度高，杂质少，不补电路动力好，最重要的是不容易燃烧。这个车一看就是平时不注意，用的时候可能是3、4毛钱的火力，大家说的对不对？国内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混动技术哪家强，国产有没有日系强。单从技术层面来说，国产混动很多都是插电混动，使用的都是10度以上的大电池，无论是比亚迪的 DMI、长城的 IDD、奇瑞的 CDM， 亦或是长城的海阔清一色，都是长插电混动技术所搭载该类技术的混动车型。
都需要通过给电池进行外接充电来平衡综合使用油耗。首先在使用便捷性上就远远落后于日系的油电混动，其次插电混动车型还会出现亏电续航的情况，亏电续航时油耗将大会产生，几乎与纯燃油车持平。而反观日系的油电混动，它使用了更小容量的电池，却能在不外接充电的情况下让电池的电量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定值。无论是丰田的 THS、本田的 EM 的，亦或是日产的 ePower， 使用的都是蓄电容量在2度以内的混动专用电池。比如丰田的 THS 混动所采用的是一块容量仅为 1.12 度的3元锂电池，本田的 EM 的油电混动所使用的电池容量也仅为 1.3 度。而使用电池容量最大的日产 ePower 超混电区系统所搭载的混动电池，其容量也仅为2度。日系油电混动能使用容量仅为国产插电混动电池容量1/10的电池，而达到几乎与国产插电混动车型同级的油耗水平。这就足以显现出日系油电混动技术的高超之处，使用小容量的电池，最大程度的规避电池自燃自爆的风险，更极大的缩减了后期的换电成本。日系油电混动的换电费用不会超过2万块，而国产插电混动车型的换电费用则几乎在5万块钱以上。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后期使用成本上来说，都是日系的油电混动更胜一筹。当然国产也有油电混动的车型，比如广汽传祺的引号混动版，吉利的博越 L Hyper， 东风风神浩瀚呆等等，这些车型同样搭载了国产油电混动技术。这些国产油电混动技术的动力油耗几乎都能达到日系油电混动的水平，但其可靠性和耐用度却与日系混动相差甚远。丰田的 THS 混动从1997年推出第一款车型以来，到目前为止已有27年的发展历程。本田的 MIM 从1999年推出至今，同样也已经有25年的发展历程。而发展时间最短的日产混动易抛物，从2016年问世至今，也有近10年的发展历程。而国产的油电混动发展史时长都在5年以内，其真正用于市场实践的车型更是寥寥无几。综合来说，目前在混动技术领域，技术最成熟稳定，用户使用口碑最好，且应用车型最多的混动技术就是丰田的 THS 混动。除此之外的混动技术与丰田的混动对比起来，几乎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正如那句话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混动，一种是丰田的混动，另一种则是其他混动。我推荐不给博主充值1毛钱的特斯拉，是我不支持自己人。自己人给自己员工中秋发2盒月饼，自己人给国内的车常压油箱，出口的均升级。自己人卖自己人的车1年换3代，自己人的车烧了，自己人到现场第一件事儿抠标反穿工作服，自己人逼着特斯拉签署不降价协议，自己人在发布会上讲员工因为工作错过孩子出生满脸自豪，自己人1年几十万给特斯拉博主广告也愿意，就是不愿意给车定价降低。到底谁是自己人？特斯拉95%以上国产化率，员工家人医疗都管，3Y 全球价格最低，还给你5年免息。到底谁才是自己人？我就是听劝，你告诉我，我去夸这个自己人，再贬低特斯拉，那样我1年还能拿自己人几十万的广子。快点评论区告诉我这个所谓的自己人。你知道买豪车都会送你什么赠品吗？买高定版的宾利车型会送你当下新款的定制版镀金 iPhone， 买布加迪超跑会送你一个价值30万的1:18车模，买劳斯莱斯会送你一把价值6000块的雨伞，买奔驰大 G 6乘6884定制版本会额外再送你一辆迈巴赫，而买限定版的 LV 联名迈巴赫则会送你一对价值6万块的香槟杯以及限量版的车模，买保时捷呢则会送你一个破水杯，卖 Performance 房车则会直接送你一辆布加迪呀，如果不喜欢还可以送你法拉利拉法，而赠送最狠的还得是雅迪，买雅迪送外卖，人生从此没意外。